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enna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好久不见了，我已经有1个多月没有发新视频了，因为这次休假时间比较长，休了3周，再加上之前之后准备休整的时间，所以我已经很久没有录新视频了。那这次休假我去了台湾跨年，然后玩了几天，后来途经澳门停留2天，回到北京又待了一阵子。那今天这期视频是旅行回来之后录的第1期视频，也是2025年的第1期视频。那发这支视频的时候应该正值春节期间，在这儿先给大家拜个年，祝大家新春快乐，蛇年大吉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旅行回来的第1期视频，还是想和大家分享总结一下我这次旅行的穿搭。去年我从意大利旅行回来，发过一期类似的视频，当时反响还挺好的。我觉得旅行穿搭的参考意义还挺强的，因为我为旅行准备的穿搭都是精挑细选的，要好看，而且特别拍照要好看，然后要很舒服，适合每天暴走活动要很自如，再加上行李的空间很有限，所以旅行带的衣服都是我精挑细选，可以说是这一季我最喜欢的款式。然后其中有一些呢也是我的 all time favorite， 我发现旅行我会反复带这些款式，所以我觉得参考性还会挺强的。那希望你喜欢今天这期视频，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。现在是阳光最强的时候，直射过来，我换一下我们的拍摄角度。那先从小件的首饰来开始说，这次我戴的大部分首饰都在之前那期经常佩戴的首饰合集里分享过，然后我最近还新接触了一个首饰的品牌，我这次戴了他们的几样单品都非常喜欢，包括我现在戴的这副耳环，还有我特别喜欢的这一副耳环，还有我现在戴的这枚戒指都很喜欢，所以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。这个品牌的中文名叫随和，我觉得他们的款式都还蛮有设计感的，花样很多，既有可爱的款式，也有很优雅大气的，都很适合日常各种场合的佩戴，而且不会太夸张。我最喜欢的是这副耳环，是很适合秋冬，亮感稍微比较大一点的这种款式。这个是他们家新出的一款，我很喜欢这个金色弧线这样堆叠交织在一起，很有艺术感，很优雅的感觉。它的亮感比较大，戴上就是很大气，很显高级，然后在耳朵上很有存在感。随和他们家的首饰是925银镀 18K 金，是这种很亮丽的金色，质感看上去非常的好，戴在耳朵上就有一个提亮的效果。我现在戴的这副耳环也是随和的，我也很喜欢。这副就是更低调更日常一些，它是很经典的那种圆圈型耳环，但又不是普通的圆圈，它是一个波浪加扭结的设计，正面可以看出那种线条感，就也是一个很有艺术感的那种设计。戴上呢，这个大小也是很刚好，很日常，就是既简约又不俗，还蛮有设计感的一款。而且这副和刚才那副相比，它要更小更轻，戴着也是非常的舒服。这枚戒指也是随和的新款，它也是很简约又特别的一款。它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交叉形状，然后在不对称的位置点缀了一颗淡水珍珠，所以它既有那种简约线条的现代感，加入了这颗珍珠的点缀之后又提升了精致度。而且它虽然有一定宽度，但是因为线条非常的简单，珍珠的亮点又很精致，戴在手上也是很好看，不会显得指头短或者粗。而且这枚戒指后面是开口的，所以不管手指粗细还是你想戴在哪个指头上都可以。随和他们家最经典的款式要数这个可颂牛角面包系列，这个系列有耳钉，也有同款的项链，都超级可爱。这个可颂面包的形状就很好看，加上银镀 18K 金，是很亮丽很精致的感觉，就像是刚烤好的可颂面包那种黄金酥脆的感觉，看上去很好吃。在搭配中呢，可以增加可爱俏皮的感觉，也很精致。虽然我这次旅行没有带这2款，但如果是去巴黎欧洲旅行的话，一定会带，也是吃 brunch 的一个绝配。除了这个可颂牛角面包之外，随和还有一个 Prezzo叫碱水面包的系列，也是非常的可爱。还有这个新款的爱心吊坠项链，也是我这个爱心控桃心控必入的，也非常适合接下来的情人节穿搭。这个爱心吊坠项链就是很经典很正的这种桃心形，很饱满，也是很甜美的感觉。而且这个桃心吊坠很有质感，它是很厚
也蛮重的。那相对应的这条项链这个链子也是稍微粗一点，整体是非常有质感的感觉。这个吊坠项链也非常适合和其他项链叠戴在一起。随和他们家的首饰款式好看，价格也不贵，都是2位数的定价，然后还可以用我的折扣码。那新年第一期视频当然安排抽奖活动，奖品就是随和他们家最经典、最受欢迎的可颂牛角面包系列。参与抽奖的方式还是和之前一样，关注我的频道，给这支视频点赞，然后在视频下任意留言就可以了。我会抽出1名小伙伴你可以选是更喜欢这个可颂耳环还是同款的项链，欢迎大家积极来参加。然后来说包包，这次出门我一共带了4只包。首先容量比较大，在飞机上背的是这款3E-Philippine的牛仔托特包。那这种托特包可以装很多东西，可以看到它是上面窄，但下面很宽很深的一个造型，所以在飞机上用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可以装进去，而且自重很轻。肩带这儿的空间也很够用，所以可以把这个肩带套在行李箱的拉杆上，很方便。而且这个牛仔的款式也很时髦，无论是在飞机上用还是日常逛街背它呀，都很好看。这个包我回北京之后用的比较多，因为它比较大，就特别适合和厚重的羽绒服搭在一起。然后这次出门带的包挂一个是 Jellycat 的这个花生，出门在外希望好事花生。然后这个白的是我在北京新买的白敬亭的那个 Goodbye 品牌的小吉祥物，就还蛮可爱的。然后小包我这次选了 Chanel 的小青蛙双肩背，还有 La Mer 的这款牛角包。这2个包都是可以解放双手，背上去很舒服，而且容量对我来说也基本够用，反正装不下的就放我老公包里。那这2个包先来说 Chanel 的这个双肩背的包呢，就是很休闲的感觉。这个鱼子酱牛皮就是非常非常的耐用，完全看不出使用痕迹。然后 La Mer 的这款牛角包就不用多说了，这是我第2个牛角包。我之前那个是砖红色颗粒牛皮的，旅行已经带过2次了。这个是我去年下半年买的羊皮的深巧克力色，这次是我第1次旅行带它出门，比我想象的要耐用。那这个羊皮的手感是特别细腻柔软的，所以买的时候也担心它会不会容易有划痕。那我这次出门带它玩了一圈，也没有特别小心翼翼的使用，就是正常的使用。回来之后发现并没有划痕，状态还是非常的好。如果你也在考虑买这款包，如果喜欢羊皮的质感，但是担心耐用度的话，我觉得可以放心入手羊皮的，非常好用。然后这次我还带了 Miu Miu 的这个保龄球包，带它完全是因为它是我的新欢，是黑五的时候才刚刚入手的，就是还蛮喜欢它的。但是其实在旅行中我并没有经常用这个包，直到回到北京，就是逛街的时候偶尔用了2次，大部分在台湾啊，在澳门啊都是背的这2只，其中这个 Chanel 的这个双肩背可能利用率会更高一点，因为会更百搭一些。那说回到 Miu Miu 的这个包，虽然它也有一个肩带，但是我觉得这款包还是手拎更好看。但是一天从早到晚手拎的话呢，也是很不方便，所以这个包其实真的是旅行的时候利用率没有很高。然后来说鞋子，这次我出门一共只带了2双鞋。在台湾和澳门一共大概10天的时间，我每天穿的都是后跟的这双饼干鞋，毫不夸张，每天都是这双。我觉得我应该再多带几双鞋，做一些不一样的穿搭，但真的这1双鞋就足够了，它可以完美搭配我选出的每一套穿搭，都非常的合适。而且对于小个子来说，这种厚底鞋穿上就是很好看啊。虽然这2年流行趋势是那种比较薄的、量感比较小一点的运动鞋，但是小个子穿这种厚底鞋就是更好看，显得身材比例更好，拍照也好看，而且它也很好走。虽然是厚底的，但并不重。我真的每天穿它暴走，这双鞋已经被我穿烂了，前面这儿都已经磨破皮了，包括后面的这个鞋跟这儿，你看都已经歪掉很多了，磨掉了很多，真的已经被我穿烂了，就每天都穿这双鞋暴走。
自从我在意大利买到它的第2天起，都还没有出意大利，它就已经成为我完美的旅行搭子。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入手这双鞋，我再次按头安利，去买吧，肯定不会后悔的。那如果你在纠结颜色的话，我觉得还是黑白色是最百搭的。在尺码上，经常有小伙伴问我这双鞋是不是需要买小半码，我觉得可以买小半码，因为我穿这双经常是走的比较久了之后，脚后跟会往外跑，但是我还没有试过小半码。这种运动鞋我觉得稍微大一点也 OK， 把鞋带系紧一点就可以了。小伙伴反馈说就买小半码刚刚好。那如果你很想买但是又没有尺码的话，我觉得买正常码也是 OK 的。那这双鞋我就再次强烈推荐。在北京我一直穿的就是 UGG 的这双棉拖，这款叫 Tasman。我今年冬天一共买了2双新的 UGG， 都是带花边的这种像是拖鞋的款式。一双是这个普通厚度鞋底的，还有一双是厚底的那款 Tas。这2款我会更喜欢这一款，因为这个厚度的鞋底明显走起路来要更跟脚，更好穿，而且这双里边的这个毛毛我感觉要更厚实，更舒服一些。因为回北京嘛，就是陪家人，没有什么穿搭拍照上的需求，所以就选了最舒服的一双。然后来说衣服，这次我从台湾到北京，温度跨度还是比较大的。去之前我觉得台湾应该是一个没有冬天的地方，毕竟是亚热带嘛。但是去之前也看到很多人说台北1月份还是很冷的。那这个冷到底有多冷呢？肯定和我在北京、纽约感受到的冷的程度是不一样的。但是我又不敢轻视这种潮湿地区的冷，会不会真的是很刺骨的冷呢？所以我去之前对于台湾特别是台北的温度真的没有什么概念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就又选了蕉下的这件2合1的外套。这件外套还有一个帽子，我就拆了没戴。那这件就是特别的实穿，每次我对温度没有一个准确概念的时候，就会选这件。它里边是一件气绒服，类似于小棉服一样，但是蕉下的那种气绒服，就是很轻很暖，而且单穿也很好看。版型是那种比较短的修身的款式，穿上是很利落的感觉。然后外面这件呢是一个挡风的夹克，这2件可以单独穿，也可以把它们套在一起，用拉链拉好，就变成了一件既挡风又保暖。所以这件在台湾的几天真的利用率是蛮高的。比如我在台北白天逛的时候，没有那么冷，就穿一个卫衣，外加一个挡风的夹克。再冷的话，就穿这个气绒服。在跨年那天晚上，我就是2件一起穿的，感觉就是刚刚好。所以这件真的是非常的实用，再次和大家推荐。哦，这个不是广告哈，虽然今天分享的一些单品是 PR 的赠品，但我的旅行穿搭是我真心实意自己觉得很好穿，自己想带的，没有要做推广的意思，是真心向大家推荐这件。还有 Cezanne 的这件小夹克是一个棒球外套的款式，这件含有80%的羊毛，比较薄一点，里边搭配一个薄针织衫或者衬衫，还蛮适合台北1月份的气温，就刚刚好。而且这件颜色款式都很好看，拍照很好看，搭配白色或者蓝色牛仔都很好看。我旅行的时候还蛮喜欢带 Cezanne 的衣服，他们家衣服就很有设计感，款式好看，而且颜色调的也很好看。那旅行还是喜欢带一些有颜色的衣服，拍照的效果比较好一点。而且他们家的衣服相对都比较合身，没有那么宽大，穿上也是挺显瘦的。那这件棒球外套我很喜欢，最近我看他们又出了新的颜色，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。然后还有这件来自品牌 Isabelle Marant Etoile， 就是 IME 那个牌子，比较厚的一件针织外套。这件其实是我去年黑五，就是2023年黑五的时候买的。我很喜欢这个设计，很有民族风的那种黑白配的花纹，但是一直没有什么机会穿，就很想旅行的时候穿它，所以这次也带着这件了。但是利用率不高，我就只穿了1次。一是因为这件呢，它比较宽大，再加上比较夸张的花纹，所以在拍照的时候，如果找不好角度呢，是比较容易显胖的，所以谨慎带这种款式的衣服。再加上这件呢，它设计感很强，就自带很强的记忆点，所以大概就只穿了1次，就没有再穿过。但我还是觉得这件蛮好看的。然后这次在北京，我一直穿的是一件爱马仕的羽绒服，就是很
简单也很低调的黑色面包羽绒服。我想说在北京主要就是保暖嘛，但其实今年北京的冬天很暖和很舒服啊，当然这个暖和是相对的，是我自己觉得很舒服的冬天。那这个羽绒服已经是旧款了，就不多说了。那关于爱马仕的羽绒服想说一点，就是如果你在养马又生活在很冷的地方，其实羽绒服还是挺值得入手的配货，至少很实穿，算是我利用率比较高的配货了。然后来说裤子，牛仔裤我这次带了3条，而且我发现都是我之前旅行会重复带的款式，要么是同一条，要么是同款不同颜色，所以可以说这几款是我现在最喜欢的牛仔裤的版型。首先是我现在最喜欢的，其实也是喜欢了很久的这条 Levi's 的 Baggy Dad Jeans， 这一条也是我买的同款第2条颜色。这款版型我非常喜欢，它是比直筒裤宽一些，但是又没有阔腿裤那么的肥大，我觉得这个裤腿宽度刚刚好，就是很轻松随意的感觉。然后这个裤长也很刚好，有一点长，但是又不会拖地，就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阔腿裤，但是我觉得小个子穿又很合适。这款我非常喜欢，我去年在意大利旅行带的就是同款另外一个颜色，非常非常喜欢的。这条呢是我去年黑五打折的时候买的，打完折才50多美金，颜色和版型我都非常喜欢。这条也是这次旅行利用率非常高的一条，因为这个裤型和我带的2双鞋子，厚底的 Hogan 还有那双 UGG 都挺搭的，所以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在北京都经常穿的一条裤子，在秋冬里边套秋裤也是完全没有压力，非常喜欢，再次推荐这款。然后除了这种宽松的牛仔裤之外，这次还带了一条很修身的牛仔裤，这条也是每次我穿都会有人问，因为它是这种比较修身的直筒版型，穿上就很显腿细显腿直，但又不包腿的那种款式。但很遗憾这条买不到了，它是 Maywell 的一条，但这条这次旅行途中其实利用率没有很高，因为它比较修身的版型和我带了2双量感比较大的鞋子搭的就没有阔腿裤搭的那么好看，所以这条这次利用率没有很高。然后还带了一条白色牛仔裤，因为台湾比较暖和，所以可以穿这种白裤子，而且穿白色也是很上相，和一些彩色的上衣也非常好搭配。那这条来自 COS， 也是我有同款的不同颜色。我最早买的是很深的那个靛蓝色，上次去巴黎葡萄牙旅行穿的是那一条。它是比较宽松的裤型，上次也是冬天旅行里边穿秋裤也没有压力，然后非常喜欢那条，这条是春夏新出的白色，我就又买了一条，也是整个春夏利用率非常高的一条白色牛仔裤。那这次也选择带它，因为它穿上就是很时髦的这种比较宽松但又没有那么肥，裤脚这儿还会往里收的这种 barrel 的裤型。那这款也是断货特别的快，之后如果出新色的话我会再和大家分享。除了牛仔裤之外，还带了这条黑色皮裤，来自 MM6， 它不是真皮的。这条我之前旅行好像也带过，因为和普通的黑裤子相比，这种皮裤的面料虽然不是真皮，它也有这种光泽感，那和黑色裤子一样很好搭，但是会更时髦更有亮点。优衣库去年和 JW Anderson 联名系列的一条棕色裤子，这条呢虽然没有羊毛，但是面料还蛮厚的，所以很适合冬天里边穿秋裤也完全 OK， 是比较宽松的这种直筒裤的版型。而且这条我很喜欢它的颜色，这个巧克力棕色和很多颜色都可以很好看搭在一起，也是这2年秋冬很时髦的一个颜色。在飞机上穿的裤子，一个是之前黑五入手和大家分享过的 Lululemon Scuba 系列的这条裤子， Scuba 系列的面料非常的舒服，很轻松，里边也是很柔软，非常适合在飞机上穿。然后另外一条在飞机上穿，而且旅行拍照也穿了，这条很亮丽的粉色的卫裤来自 Skims， 这一条是我去年黑五的时候入手的，还没来得及和大家分享。真的是年纪越大越喜欢买粉色，我买了这条粉色的卫裤，还有同系列同样面料颜色的一件拉链的帽衫，还有一件内搭的粉色小背心儿。本来想搭成一套穿，但是搭成一套还是有点过于粉嫩了，这次就只穿了这条
粉色的卫裤，拍照就是很靓丽、很活泼的感觉，而且这条裤子真的非常的舒服。这还是我第一次入手 Skims 的这种 lounge 系列，贴身穿很柔软亲肤，也是很轻松的感觉，非常适合在飞机上旅行的时候穿，或者当做家居裤也是很舒服的。然后是上装的部分，台湾和澳门的天气都蛮适合穿卫衣的，我这次也带了几件，要么是前面的图案很可爱很有设计感，要么就是颜色很亮丽，拍照都蛮好看的。首先是这件爱马仕，这件我买了好几年了，但是穿的次数算上这次大概也只有3次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洗它，到现在都还没有洗过，因为真的每次穿完也不脏嘛，它前面的这个机器人的图案是皮质的，所以一直不知道怎么清洗，看看去干洗店能不能洗吧。爱马仕好像很多衣服都是上面有皮质的，因为就是很高级嘛，但是买的时候不要冲动，确实要想一下怎么清洗的问题。然后还带了这件 Mardi 的卫衣，这件黑粉配色的，粉色的图案就可以和刚才那条粉色的卫裤搭配，这个图案也是蛮好看的。还带了这件 Cezanne 的卫衣，它是一个旧款了，这个宝蓝色拍照很好看，很显白，前面这个字母的图案很简单又时髦，而且蓝色配白色对比很强烈，也是很清爽的感觉。而且 Cezanne 的卫衣都比较修身，穿上也是蛮显瘦的。还有前一阵黑五入手的 Lululemon 这件 Softstreme 系列半拉链的卫衣，这件虽然没有同款同色了，但这个款式 Softstreme 的款式我还是非常的推荐。首先 Lululemon 穿着非常的舒服，然后这种浅色拍照也是很好看的。这一款呢，最大的优点就是它短款的版型，穿上真的显得身材比例非常的好。我穿这件搭配 COS 那条白色高腰裤，然后再搭配 Hogan 的厚底鞋，真的显得腿非常长。看照片我都觉得好像有点做作，怎么腿能那么长？所以这件穿上身材比例显得非常好，拍照也很好看，也很舒服。这次带的毛衣，基本的要求就是保暖、舒服、简单大方，但是又要好看，有一些设计的亮点。首先带了几件内搭，就是 COS 的这个羊毛内搭，这件红色高领，还有我身上这件小鸡黄的圆领都带了。反正这件很轻薄，不占行李的空间和重量，而且可以增加穿搭的层次感。红色这件呢，在北京穿很保暖，连围巾都省了，而且很喜庆。然后小鸡黄这件其实我更喜欢，我在台湾和北京都有穿这件，它就是很好搭配，像现在搭配比较冷的灰色，或者搭配刚才 Cezanne 那件比较暖的棕色的外套都可以，都很好看。我非常喜欢这件小鸡黄色。这次带了好几件 Lily Silk 的毛衣，我发现他们家毛衣就符合我上述的那几条要求，就都是刚刚好的设计。首先这一件红色 V 领羊绒衫，这种拉绒的羊绒面料，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一件，前一阵过生日穿的就是这一件，接下来过年打算继续穿这一件，非常正非常喜庆的红色，很显白，前面的 V 领也是非常显瘦，再次强烈推荐这一件。然后我身上穿的这件灰色拉链的帽衫，它后面有一个帽子，也是 Lily Silk。这件当时分享的时候就很多小伙伴喜欢，因为它是一个特别年轻活泼休闲的款式，同时又有羊绒衫的那种质感，很温暖很舒服。但这件最大的问题就是还蛮容易起球的，但这个没有办法，这种面料就是会有这个问题，但是它面料的质感是很好的，用那种去毛球器刮一下就好了。然后还带了这件 Lily Silk 的角花毛衣，这件首先颜色我非常喜欢，很温暖的太妃糖这种焦糖色，也很衬我的肤色。然后这种角花毛衣呢，就是很简单，但是又是现在很流行的简单大方的设计，而且是短款的，也是显得身材比例好。而且这件的尺码特别的合身，穿在里边呢就不会显臃肿，所以这件我在北京的利用率非常高的。不过很多毛衣在国内穿我都没有特别拍照，我就把当时分享的视频上身效果拿出来给大家分享。然后我还带了 Petit Studio 这件蜜桃色的毛衣，这件我主要很喜欢它的颜色，很甜美活泼，但是又没有红色那么扎眼，和家人聚会穿这件显得
气色很好，而且不夸张。我还带了 Cezanne 的这件针织衫，这件主要是领子还有胸前的扣子的设计非常的好看，我主要把它当做一件内搭。然后为了搭配这件，我还带了 Cezanne 的这件毛背心儿，因为这个颜色和这件上面的这个棕红色非常的配。不过这次好像没有机会穿，但我还是很喜欢这款毛背心儿。我当时分享这件的时候，也有很多小伙伴说喜欢这款。我看最近这款又出了很多颜色，包括很类似的一个棕红色，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。哦，我还带了这件，我不太记得了，但我确实穿了这件哈，是优衣库去年 C 系列的一件螺纹针织衫，它的版型设计是很显瘦的，然后弹性非常大，是这种细的螺纹针织，而且是墨绿色、橄榄绿色这种深色，穿上是很显瘦的，特别是袖子显得手臂细细长长的。然后还有一件毛衣，也是花纹比较有设计感的这种，这个也是一件旧款了，前年买的 Ganni 的一件，我也是喜欢这个花纹的设计。这件毛衣也是很厚实的，而且这件它是短款的，穿上拍照也是显得身材比例非常的好。还有2件衣服也是我旅行的时候很喜欢带的单品，一个是黑白条纹长袖 T 恤，很喜欢把它放进行李箱，我也没想好要怎么搭配它，但就觉得带它有用，无论是单穿还是当做内搭都很好看，就不知道搭什么的时候在里面搭这件就可以，所以这件是我经常带的。我这件是来自 Zara，买了很多年了，现在可能没有同款了，但是这种黑白条纹衫大家应该都有。还有一件非常推荐入手，可以说是秋冬衣橱必备的，就是牛仔衬衫。这件也是我在旅行穿搭中经常会带的。这件我买了好几年了，利用率一直都非常的高，非常好穿，是很时髦的基础款，而且搭配性也很强，可以在里边搭这个红色高领内搭就很好看，或者搭配在毛衣外套里边都可以，下面搭配牛仔裤，就是很简单又时髦的一身牛仔的搭配。所以这件也是非常好穿，很推荐大家入手，是一个必备的时髦的基础款。说完衣服，最后再来说一下围巾和帽子。我这次一共带了3条围巾，听上去好像有点多，不过我每天在北京只有1件羽绒服、1双鞋，有限的几条裤子，每天就靠不同的帽子、围巾搭配来变换造型。首先是 Acne Studios 的这条马海毛围巾，这条是我去年年底新买的，还蛮喜欢的，而且这个黑色的配色刚好可以和黑色羽绒服相呼应。不过这条围巾主要起的就是一个搭配的作用，它的舒适性没有很好，款式和舒适度我都喜欢。我最喜欢的一条围巾就是娄艺威的这一条，这条我已经买了好几年了，一直以来直到现在利用率都非常高。这条是我的图购围巾，就是无脑穿搭，当我不知道穿什么，不知道搭什么围巾，又要快速出门的时候，脑里想到的抓起来的第一条就是这条，它可以和我所有的大衣、外套、羽绒服搭配在一起都非常好看。这个颜色米色很百搭，然后上面的图案也很好看，而且它是这种比较轻薄的款式，戴在脖子上就觉得没有什么负担感，可以很容易就这样很轻薄的给它系上保暖，然后也不会和外套的领子打架。这条真的戴着非常的舒服，虽然这条围巾已经出了很久了，然后也出了不同的配色，我依然非常推荐大家入手。然后还有一套围巾帽子是大红色的，特别的喜庆，我爸我妈都特别喜欢红色，所以回国穿这种红色肯定不会错，非常适合新年，非常适合过年，很喜庆。我还蛮喜欢这顶红色帽子的，可以给穿搭增加亮点，然后这个红色围巾戴上也是很点亮穿搭，太适合过年了。
这些就是我这次旅行带的所有衣服，主要是希望今天这期视频和大家分享我旅行喜欢的款式，还有穿搭思路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喜欢这支视频，请给我点个赞。然后更多旅行的照片呢，我发在了 Instagram 和微信朋友圈，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。那我接下来还会和大家分享我最近买的东西，包括在国内买了什么，还有我近期的爱用品。别忘了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之后的更新了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